儿子把小三的女儿带到了我的面前，他说这是他的真爱，他还说他这辈子非玉青青不娶，并威胁我要是不让他们在一起，就不认我这个妈。我能怎么办？当然是让他滚出家门，和他的心上人永不分离呀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1000万的彩礼，还要龙湾一套300平的房子和公司的股份。我的目光骤冷，看着儿子那不自然的脸色，我心里的怒火越加旺盛。真是好大的胃口！儿子被我看得有些不自然，却还是梗着脖子与我争辩：“妈，咱家又不是拿不出来这个钱，更何况公司不也迟早会给我吗？而且以后结婚了，那一点股份在我名下还是青青名下也没什么区别，不是？青青她是个好姑娘，绝对不是因为钱才跟我在一起的。这个彩礼也是我自己想给的。妈，青青和她妈妈一会儿就来了，你就当给我一个面子。”听到林琛这么说，我暂时压住了怒气。我倒是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，能把她给迷得这么神魂颠倒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酒店包厢的大门被推开，是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孩，看起来温温柔柔的，身后还有一个人影，应该是他妈。等我看清他身后那个人的脸时，忍不住睁大了眼睛，整个人都僵在了椅子上。那张脸，我就是死也不会忘。我深呼吸了一口气，勉强才压住了心头的怒火。林琛，你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？林琛脸上浮现出些许的不自然，我瞬间就明白了，当年他爸出轨了这个女人，现在他居然把这个女人的女儿给带了回来。我只觉得一阵气血翻涌，眼前一阵阵的发黑，有一瞬间我甚至完全说不出来话。全世界那么多女人他不爱，偏偏爱上了小三的女儿。阿姨，我和阿琛是真心相爱的，更何况我已经怀了阿琛的孩子，你也不想看到自己的孙子流落在外吧？玉青青娇弱地开口，一边伸手抚摸着自己的肚子，可我分明看见了她眼底的挑衅，还有背后她那个妈的眼神，都充满了不屑与炫耀，仿佛是在说：“看吧，你老公爱我，你儿子也爱我女儿。”我目光骤然一冷，声音也不自觉地提高：“这里没你说话的份，你也不愧是小三的女儿。”手段都跟你妈那个贱人一模一样。林琛，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妈，就立马给我分手。玉青青被我吓了一跳，立马做出一副柔弱的模样。阿姨，您骂我就够了，您怎么能这么说我妈妈呢？这模样把林琛心疼的不行，赶紧把人搂进了怀里。妈，我知道你恨我爸出轨，可是这事和青青没有关系啊，她也是受害者。现在青青还怀了我的孩子，你要是不同意，从今以后你也就当没我这个儿子。林琛一脸的无所谓，似乎是料定了我会心软。我心里传来阵阵的疼痛，几乎要昏厥过去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若说我最恨的人，那绝对是眼前这个女人和林琛的父亲。当年前夫出轨，小三当着我的面耀武扬威，说要给前夫再生个儿子，婆家更是不待见我，甚至把小三都接到家里来了。那时候林琛才小学，我怕他跟着前夫受苦，费尽了心思，甚至是净身出户才争取到他的抚养权。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条件，离婚后我更是拼了命的工作，几次累到住进医院。离婚时林琛也已经记事儿了，他明知道他爸当初有多狠，我们当初吃了多少苦，可他现在为了那所谓的爱情，可以抛弃自己的亲生母亲，甚至认小三做妈。更何况要是没有我在外面拼死拼活的挣钱，
他能顶着富家公子的身份，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买豪车，当阔少。当年的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姐姐你还记着呢？我们都是做父母的，林姐，难道你就一点儿也不在意阿琛的感受吗？你已经失去爱情了，总不能让孩子也失去吧？等我们青青嫁过去以后，我们还是一家人啊！更何况我们青青肚子里已经有你的孙子了。玉琴话里的挑衅都快溢出来了。我冷笑一声：孙子，我认那才是孙子，我不认，那就只是一个未婚先孕的孽障。我那好儿子见我如此反应，脸色也冷了下来，颇为不赞同地看着我。就不能让从前的事过去吗？你就得要拧着不放是吗？玉姨是不对，可要是你没问题，我爸又怎么可能出轨？说完这个话，林琛自觉失言，可一旁的玉青青扯着他的衣服，哭哭啼啼开口：阿琛，阿姨不同意你和我在一起，我们还是分开吧。我会一个人生下孩子，把他养大的。林琛好不容易长起来的那点脑子瞬间就没了，甚至理直气壮地跟我来口：妈，我觉得玉姨说的对，等青青嫁过来了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所以彩礼就按照我刚刚说的给。至于公司的股份，反正迟早也是要给我的，不如就等我和青青结婚的时候作为贺礼吧。还有，你刚刚骂了玉姨，你必须得跟玉姨道歉，不然以后你就当没我这个儿子。不过妈，你毕竟只有我这一个儿子，要是你同意我和青青在一起，我以后还是会好好孝顺你的。他言语中满是洋洋得意，似乎是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把我拿捏住了。毕竟他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我忍不住捂住了心口。这就是我拼尽心血养出来的好儿子。太阳穴突突的跳，我心里愤怒又无力。他一口一个玉姨，想来平时他们也没少联系，估计背着我做的事不少。我觉得有必要给这个儿子好好的上一课了。我抬手狠狠地给了林琛一巴掌，直接把他的脸打偏向了一边，似乎是被我这一巴掌打懵了。林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他眼眶通红，咆哮着质问，像是一头暴怒的狮子：你打我？你凭什么打我？从小到大你什么也不管我，现在又凭什么左右我的人生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，除了钱你还知道什么？像你这样的女人永远都不会懂什么叫爱情，难怪当初我爸会出轨。他看着我的眼神格外狠毒，恨不得吃了我。如果是刚刚是失望，那我现在就是绝望。我颤抖着手指着大门，恨不得从来没生活这个儿子。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我也懒得和他再啰嗦。既然你觉得你爸千好万好，从今以后你就当没我这个妈。林琛恶狠狠地看着我，好像要从我身上扯下一块肉。我爸说的对，你根本就不懂感情，你的眼里就只有钱，就连我也只是你联姻的一个工具而已。说完，他拉着玉青青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我捂住心脏，只觉得天旋地转。我耗尽心血，却养了这样一个白眼狼出来。玉晴看着他们离开，得意地冲着我说道：林怡兰，你又输了。宋伦爱我，你的儿子又爱上了我女儿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我要是你，我早就去死了。我抬手就是2巴掌。宋伦那种烂也就你这种贱货会喜欢。玉晴，别企图试探我的耐心，懂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不再理会玉晴的大呼小叫，我看着被关上的大门，心里的悲凉袭来，让我忍不住跌坐在椅子上。既然他觉得真爱至上，一心朝着我那前夫学习，那就和曾经的身份地位、金钱一起说拜拜吧。我倒要看看，失去了金钱财富，他所谓的真爱还能不能爱他。我立马打电话过去，吩咐助理停掉了林琛的卡。第二天早上，
助理看到我时有些欲言又止。我坐在沙发上端起咖啡，不用猜我也知道，肯定是林琛又出什么幺蛾子了。助理把 iPad 递过来，热搜第4赫然就是我的大名，井号林氏集团林怡兰，一个不合格的母亲。井号说我不顾亲情，竟然连自己的亲儿子都当工具，还看不起普通人家，真是资本家的嘴角。林琛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净，评论区清一色的全部都是对我的指责，说我不配做一个母亲，说林琛做得对，更有甚者造谣我早就已经出轨了，为了顾全自己的名声，所以诬陷前夫出轨。一些男人在评论区大肆宣扬以前看到过我身边有多少男人，言语之恶毒又下流。还有人匿名回答，说自己就是被我勾引过的人之一，对我的身材容貌评头论足，这就像一场盛大的狂欢。助理担忧地问林总，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一边又咬牙切齿地骂网上那些男人造谣都不打草稿的，就他们那样也不撒泡尿照照。我抬手揉了揉太阳穴，心中的愤怒再一次被点燃。我点了根烟，林琛那个脑子还想不出来这些主意，十有八九是玉晴和我那前夫他们做的，想用舆论来逼我松口。做梦！小施，你去找几个娱乐圈知名度比较高的记者来，嘱咐了助理几句。我拿起了手机，得先给公司的几个高层打个电话。今天这事闹得很大，对公司肯定会有影响，得先安抚公司的人才行。和公司的几个高层刚聊完，我就接到了林琛电话。那边的林琛大概也看到了热搜上那些不堪入目的评论，跟我说话时不免多了些心虚。妈，我昨天说话是过分了一些，可我是你的亲儿子，只要你同意我和青青在一起，昨天的事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还会把你澄清网络上那些言论。还有，你怎么把我的卡给我停了？赶紧给我解开，我一会儿还要带青青出去吃饭呢。我听着那边他好大的口气，原本愤怒的心情一下子冷静了。我的基因他是一点儿也没遗传到，他爸的自私、虚伪、狂妄倒是一点儿也没落。那边的林琛没听到我说话，声音一下子提高了不少。妈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我淡然地开口，努力地平复下自己的情绪。林琛，今年你已经24了，早就已经过了我必须养育你的年龄。这些年，我自认是没有亏待过你的。豪车、别墅，你在外面做阔少一掷千金，可这些钱不是我该你的。你要跟你爸联系，我也从没阻拦过你，甚至你背着我给他钱，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你呢？你怎么对我的？爱上了小三的女儿，还带到我面前来威胁我。顿了顿，我又补了一句：你什么时候想清楚了，再给我打电话吧。在此期间，我1分钱都不会再给你。林琛像是被踩到了尾巴，跳着脚咆哮：你什么意思？我爸说的对，你就是一个冷血又自私的女人。你以为我稀罕你那几个臭钱吗？还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林琛心里想什么，我心里清楚得很，无非就是仗着他是我唯一的儿子，以后我的房子、家业都是他一个人的。退一万步讲，等我以后老了、死了，我唯一的继承人也还是他，所以他是有恃无恐，根本就不怕我和他断绝关系。早知如此，我当初不如生块叉烧。这时候，助理也回来了。林总，记者都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律师也马上就到了。我抬手揉了揉太阳穴，不知道我怎么会养出那么蠢的儿子来。林琛骂我自私冷血，这才哪到哪儿？我迟早会让他看到那一家子的真面目。当年我和前夫离婚的事也闹得沸沸扬扬，
甚至为了林琛的抚养权还打了官司，有我在背后推波助澜。这件事很快也被顶上了热搜。不过关于林琛的事我没有解释，到底是母子一场，我并不想把林琛给逼到绝境，让他尝到教训就可以了。不过在网上随意造谣的人，我一个都没有放过，全部都直接起诉。他们既然可以随意造一个女人的黄谣，那肯定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网络上的人大多都还是聪明的，很快就扒出了林琛所谓的真爱，是当年插足我和前夫那个小三的女儿。而我为了争夺林琛的抚养权，甚至是净身出户。从公司最初的创立，我的历程也被更多的网友给扒了出来。网络上的风向瞬间逆转，现在全部都是骂林琛和前夫那一家子的。当初有多少支持林琛的，现在就有多少反水骂他的。尤其是当今社会本来就对小三这个词格外的敏感，走在路上都有被人砸臭鸡蛋的可能。真爱是真爱呀！我儿子要是拉着小三的女儿跟我说真爱，我把他脑子都拧下来插土里。果然小三的女儿也是小三，女成母业呀，小三都不得好死，就该让林琛滚去挖野菜。弱弱地说一句，没人觉得林总真的好飒吗？嘶哈嘶哈。同一楼上，我本是1.88米大帅哥，因为新冠变成了1.60米小女生，姐姐不会介意吧？林琛哪里好意思啊，居然还把小三的女儿带到自己亲妈面前去。我要是他妈，他现在坟头草都已经长第3茬了。我翻着评论，心情好了很多。当然还有部分指责我控制欲太强，心太硬的，我只当作没看到。若一个女人自己都不为自己考虑，那还指望谁来拯救她？我从不后悔自己的每一个决定。至于林琛，我就当作自己从来没有生过这个儿子。不过我也知道这件事不会那么简单的过去。我前夫那一家子就像吸血虫一样，不把人吸干净是不会罢休的。原本他们企图用林琛来拿捏我，现在发现行不通，肯定还会出别的幺蛾子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安排了人跟着林琛。果不其然，我的猜测没有错，林琛被绑架了。绑匪打来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国外度假，那边的林琛嗷嗷地叫着，跟我说他错了，求求我救他。绑匪也一点都不客气，问我索要1个亿的赎金，否则就杀了林琛。刚听到消息的时候，我忍不住捏紧了手机。安排在林琛身边的人早就已经把他们的计划全部都告诉我了。可刚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我还是不敢相信林琛居然真的和他们合伙来骗我。从眼线那里我得知，宋伦他们计划着以绑架的名头从我这里拿一部分钱过去，再让林琛假装听话服软，套取我的信任，从而接手我的公司。这么漏洞百出且白痴的计划，我有时候也想不明白，我怎么会生出如此蠢笨的东西。前夫那一家子吸血虫企图通过林琛拿到我所有的家产，才会让玉青青勾引他。只可惜那个蠢货看不透，还觉得那一家子对他多好。我这个母亲反倒是阻碍他的仇人，不让他尝到教训，他永远都不会清醒。国内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的轰炸，我索性直接关机。没有了林琛那个愚蠢的败家子，日子都要舒心多了。我在国外又待了1周才回国，一回国等待我的就是轮番轰炸。客厅里，我慢悠悠地坐下，看着前夫宋伦那张脸，我就觉得恶心。当年明明是他出轨，却把一切的错处都甩到我身上，居然说什么要不是我不够温柔，只会在家带孩子，也不知道收拾打扮自己，他也不会爱上别人。去他妈的！
宋伦见我这样冷静，一拍桌子就站了起来，因为激动脸色涨红。林怡兰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阿琛可是你的亲儿子，我告诉你，要是我儿子有什么事，我跟你没完。你，他伸出手指着我，声音很大，仿佛是要吃人一般。宋伦身后他妈一听到这动静，立马哭天喊地地坐在了地上，拍着大腿嚎叫，哭得活像死了儿子似的。哎呦，老天爷呀！你睁开眼睛看看啊，我可怜的孙子啊，怎么就摊上这么个歹毒的亲妈呀？林依兰，你这个歹毒的女人，当初我就不该让你跟我儿子结婚。我可怜的孙子哟，你这个歹毒的女人一定不得好死。我靠在沙发上，静静地看着他们一家子演戏。那老太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，我冷冷地问：演够了吗？老太婆一噎，似乎是没想到我是这个反应。我接过助理递来的文件，翻了2页。这么多年了，宋伦这一家子极品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林琛被绑架，你们不第一时间报警，找我有什么用？我目光冰冷。林怡兰，那也是你儿子。宋伦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似乎不明白为什么我能够这么狠心。我早就已经看透这个男人了，他做出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。我冷笑，你也知道他是我儿子，却还是让玉晴那个贱人的女儿勾引他。宋伦以为我还在为之前的事情生气，态度软了一些。怡兰，你跟孩子置气什么？现在阿琛他很可能有危险，我跟你都只有他一个亲儿子，总不能看着他出事啊。现在青青怀孕了，等他们结婚了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顿了顿，他又说，我知道你介意小玉的事，可是青青那孩子是无辜的，更何况阿琛喜欢他，你就当是为了我们儿子。我端起桌子上的咖啡，直接泼到了宋伦的脸上，一手把文件甩到了宋伦面前，发出了砰的一声。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。这就是你们说的被绑架，有危险？那文件里夹杂着最近林琛的一些照片，他在宋家过得分明很滋润，不过是想拿林琛当借口要钱罢了。以前有林琛接济，他们一家子过得也还不错。现在我断了林琛所有的经济来源，他们就坐不住了，甚至假装林琛被绑架来骗钱都想得出来，做戏也不知道做全套一些。看到照片的一瞬间，宋伦的脸上五颜六色的，那叫一个精彩。他气得涨红了脸，叫嚷着还想冲上来打我，却被我身边的保镖按住了。你派人监视我？说真的，我有些好奇，我当年到底是瞎到什么程度才会看上宋伦这种男人？少给自己脸上贴金，多看你一眼我都觉得恶心。你最好带着这个老太婆赶紧滚，逼急了我，你也该知道后果。我一点儿也不想再和这家人扯上一丁点儿的关系，他们实在是太恶心了，就像水蛭一样趴在人身上，还想钻进人的骨头里吸血。宋伦梗着脖子，死活都不认是他们为了钱在做戏。阿琛没事儿，那是我们一家子凑钱才把他救出来的。你这个当妈的不仅一点儿都不关心自己儿子，还在这里说风凉话，你配当一个母亲吗？这话都快把我给气笑了。还一家子凑钱，要是林琛真被绑架了，他们估计跑得比谁都快。而且什么叫我配当妈妈？我自认这些年为林琛做的已经够多了，在是林琛的母亲前，我首先是我自己，把人撵出去，不想再多说什么。我摆了摆手，2个保镖立马把人给拖了出去。被赶出去时，宋伦还是不死心，一直叫嚷着我一定会遭报应的，以后别想再认林琛这个儿子之类的话。我遭不遭报应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有报应的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一家子的。为了让林琛尝到足够的教训，
他的电话我一个没接，他来公司找我的时候，我也避而不见。然而，没过2天，我突然接到了一个调解栏目的电话号码，说是我前夫和儿子找到了他们节目组，希望我过去通过节目组和他们好好沟通一下。在我宋伦的口中，我是一个冷血无情，甚至为了利益能够抛弃亲儿子，逼着儿媳妇打掉孩子的恶毒女人。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他们真是可笑至极，居然还找上什么野鸡节目组了，只怪我低估了那一家子的无耻程度。我更没想到的是，林琛他居然做得出这样的事。我10月怀胎，倾尽心血养大的孩子，居然有朝一日跟着他那从没抚养过他一天，没给他花过1分钱的父亲来对付我这个母亲。最开始，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尝到教训，看清玉青青那一家子的真面目。可他眼盲心也盲，甚至拿我当仇人，这也已经是第3次了。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自私又恶毒。节目组一直不停地骚扰我，给我打各种电话劝我过去，甚至直接带着记者一边直播一边跑到我公司楼下蹲守。林总，您为什么不肯接受我们节目组的调解呢？林总，请您回答我。都说母子没有隔夜的仇，那可是您的亲儿子，他被绑架了，您也不管。作为一个母亲，您怎么能如此心狠？为了离婚拿到财产，您还诬陷前夫出轨这件事，您怎么解释呢？您这样做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前段时间的新闻再次被翻了出来，评论区一直在疯狂的刷屏，一半说怎么会有我这样畜生不如的人，支持节目组曝光我这样的人，另一半坚定地相信我，让我放出更多的证据。主持人见直播间的人数越来越多，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大，继续挑着尖锐的问题指责我。林总，您不说话是因为心虚了吗？作为一个上市集团的掌权人，你却这样对待自己的亲儿子，我们民众又怎么能放心购买你们公司的产品呢？看着那几乎对到我脸上的镜头和话筒，并没有理会他的那些问题。我看着主持人，你未经允许在我公司造成的困扰，甚至歪曲事实真相，诱导他人对我进行谩骂，损伤公司的名誉，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。丢下这一句，我在保镖的护送下上了车，任凭他们怎么在后面求情，都没有再理会。这种3无节目一直看着夸大，甚至是编造的谎言来吸引流量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绑架别人，多可笑！今天那个主持人直播的录像被各大营销号转载，网上的呼声很大，都让我正面回应这件事。还没等我回应，林琛和宋伦那一家子先找上了门。我看着清瘦了不少的林琛，一段时间不见，我对他居然感到了有些陌生。林琛通红着双眼，愤恨地看着我。这些年，他大手大脚地挥霍惯了，这段时间被我断了所有的经济来源，肯定也是吃了些苦头。我问，这件事是你还是他们想出来的？听到我问话，林琛冷笑一声，是我又怎么样？你管过我的死活吗？他们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我被绑架，您怎么做的？青青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儿子，更是你的亲孙子，你居然能也能下得去手，让人拖着他去医院流产。他的声音很大，拖得很长，满是恶意的嘲讽。妈，你可真是我的亲妈呀！这时，玉青青适时地哭了起来。阿琛，你就别怪阿姨了，是我们的孩子没有这个福气来到世界上。我心里犹如针扎一般，无论做了多少次的心理建设，但我还是没忍住心里的酸涩与失望。我深呼吸了一口气，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绪。林琛，作为一个母亲，
我自认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我的话你不信，他们说什么你倒是半点儿也不怀疑。话落，我的视线落到玉青青的肚子上。孕妇流产需要亲属亦或者自己清醒且自愿的签字。你说我派人强迫你去流产，有证据吗？如果事实真是如此，你为什么不报警？玉青青的话可谓是漏洞百出，似乎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玉青青顿时噎住，可我那好儿子依旧坚定地相信玉青青，甚至觉得我说这些话就是想离间他们。我心中难掩失望，硬逼着自己狠下心。林琛，你爸出轨，你依旧把他当作好父亲，甚至对破坏你家庭的小三也是一口一个寓意，当作长辈去孝顺。唯独对我这个母亲，你自私自利，还想着榨干我的财产去孝顺他们，凭什么呢？就凭你是我儿子吗？没把你培养成才是我的错，把你养成这个又蠢又坏的样子也是我的错。所以前几次你那些不入流的算计和手段，我都没有揭穿。我给了你很多次机会，可是你并不珍惜，甚至得寸进尺，一次又一次的在背后算计你的亲生母亲。我抬手揉了揉太阳穴，我们的母子缘分在今天就已经尽了，从今往后你好自为之吧。说完，我也没给林琛再说话的机会，直接让保镖把人全部赶了出去。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，那我就绝对不会反悔，更不会心软。吩咐助理将断绝关系的文件公示后，我放上了当初宋伦出轨的证据。网上本来早就已经扒出来玉青青的身份，隔了几个月，这件事再次被翻出来，又是新一轮的热度。信息才发布不过10几分钟，就引起了各大媒体和网友的报道议论。在这个对小三深恶痛绝的时代，宋伦那一家子的信息不到1天就全部被扒了出来。尤其是玉晴，她走在路上都要被人呸2口。他们原本住的地方被砸臭鸡蛋、泼脏水，甚至是发消息打电话辱骂。家门口摆的全是花圈诅咒他们，工作也全部黄了，每天只能躲在家里，门都不敢出。宋伦打电话向我求饶，被我全部拒接，这些都是他应得的。同时，我也联系了业内最好的律师，以敲诈勒索的罪名起诉了宋伦一家子，彻彻底底的把他们锤进了监狱。玉晴和玉青青那对母女刚听到风声，便卷着钱跑了。但我怎么会放过他们呢？判刑的那天，林琛一直哭着求我放过他。妈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吧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听他们的话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我都听的。妈，你救救我，我不想坐牢。妈，我求求你，我是你儿子啊，你就真的一点我不在乎我吗？妈，我看着痛哭流涕的林琛，心中有很多话，最后却只有一声叹息。阿琛，听到我的声音，林琛似乎是看到了希望，挣扎着跪在了我面前。妈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，你救救我好不好？我并不知道他究竟是真心还是装的，可到底母子一场。我半蹲下身子，直视着他的眼睛，认真地同他讲：阿琛，人都会犯错，但犯错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能力和勇气去承担。你的账户里，我给你存了一笔钱，等你出来以后，可以拿着那笔钱好好生活，也可以去创业。但这是我作为母亲最后一次在给予你帮助。顿了顿，我接着又说：我不可能帮你一辈子，从今以后，你也该自己长大了。林琛绝望地看着我，似乎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狠心。他的确可怜，被他父亲玉青青他们当作工具利用，现在不仅一无所有，还面临着牢狱之灾。可是，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，
他既然同意他们的计划，说明在他心里我这个母亲并没有那么重要。如今示弱，也只不过是想要逃脱惩罚。我站了起来，不再看林琛一眼。作为母亲，我的确忽略了对林琛童年的关爱，但是他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的情况下，也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，这是他人生里应该有的一刻。另一边的宋伦一直在辱骂我，看着他那张丑恶的嘴脸，我心中的怨气终于抒发了出来。宋伦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把你的小玉母女都送进来陪你。宋伦挣扎着想要来打我，却被身边的人狠狠地按在了地上。我蹲下拍了拍他的脸，你进去了，不过你的老娘还在外面呢。宋伦，你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从你家人的身上讨回来的。林怡兰，怡兰，我求求你，我妈她年龄大了，你放过她的，我求你了，她那么大年龄了，真的受不住。怡兰，怡兰，看着宋伦那绝望的眼神，我心里莫名的畅快。他示弱和求饶，只是因为他现在没有那个能力。像宋伦这种人，一旦给他机会，他就会像毒蛇一样反咬你一口。不再看他，我转身离去。审判结束那天，我怎么也睡不着，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于是我打开微博，看了一整夜的评论，许许多多的人讲出了他们的故事。有因为父母重男轻女，长大后急于得到爱却所嫁非人的，有老公混账甚至猥亵亲女儿的，也有婆婆挑拨离间不知如何自处的儿媳。我在微博上把我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写了下来，没有任何添油加醋。我只是想告诉那些女孩，男人和孩子都不应该是牵绊自己的东西，只有自己才是人活下去的意义。生活可以要爱情，但先要保持自我。我并不想以苦难吸引众人的怜悯，只是想告诉那些曾经经历过苦难的人，我们是可以从不幸中挣扎出来的。在生活中，我们的身份有很多很多，我们是儿女，是父母，是朋友，是同事，可我们还是自己。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，是为自己而活的。这件事的风波后，我将公司的股份全部抛出，搬出去了一座四季如春的城市。我打算就在那里养老了。安置好新家的时候，我去领养了一只猫，过上了我喜欢的生活。宋伦那一家子也被我逼得不得不搬离这座城市，回去乡下。可流言蜚语早就已经传得到处都是了。我很期待他们像老鼠一样不得不四处逃窜的样子。从林琛入狱后，我再也没有听过他的消息，也一次都没有去看过他。如果我不狠一些，那现在被逼得走投无路、一无所有的人就会是我。所以，我一点也不后悔当初的决定。他以后富贵也好，捡垃圾也行，都和我无关了。剩下的这几十年，我只想为自己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